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在1908年秋天变成了一个寡妇。她的丈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高级官员，负责线路设备采购。他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出差，从哈尔滨到伊尔库茨克，从伊尔库茨克再到圣彼得堡，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回跑。1908年9月，他在伊尔库茨克出差的时候突发心脏病死在旅馆的床上。旅馆的服务员第二天早上敲门送早餐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凉了。消息从伊尔库茨克用电报发到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人来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客厅里给壁炉添柴。他听完之后，把手中的柴放进了壁炉，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关上了门。他关上门之后，在客厅里站了很久，壁炉里的火正在烧，那跟他刚添进去的柴木头发出了细微的噼啪声。他的女儿奥利加那年9岁，儿子尼古拉7岁。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告诉他们父亲不回来了。他用的是俄语，但他说出来的话和他的表情之间隔着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距离。他说的是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但他的眼睛看向窗外，没有看孩子的脸。奥利加那天晚上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一句话呢，本日记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封面上印着一朵玫瑰花。妈的眼睛在看窗外。叶卡捷琳娜在丈夫去世后的第3个月卖掉了2匹马，那是丈夫生前最喜欢的2匹奥尔洛夫快布马，一匹灰色，一匹枣红色。他卖给了铁路管理局的一个波兰籍工程师队，放出的价格不算高，但他没有还价，因为他不想再看到那2匹马被人牵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马厩的方向。他用卖马的钱付了半年的房租。他还卖掉了一套银质餐具，那是他结婚时娘家陪嫁的一套12人份的刀叉勺和几只大盘子。他留了2只小勺和一把餐刀给自己用，把剩下的包好卖给了一个在道里区做旧货生意的犹太商人。犹太商人打开包袱看了看银器的成色，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个价格。他点了点头，他数了钱放在桌上，他收进口袋，然后走出店门。他用那笔钱给孩子们买了冬天的厚衣服和一双新的靴子。他的靴子底已经磨穿了，哈尔滨的冬天会把人的脚冻掉。他在道里区租了一套公寓2楼的朝南2间卧室加一个客厅和厨房。客厅的窗户朝向街道，窗台上可以放花盆。他从早市上买了一盆天竺葵放在窗台上，叶子的颜色是暗绿色的，开的花是红色的。在哈尔滨灰白色的冬天里是整间屋子里最鲜艳的东西。他住进公寓的第1天晚上没有点灯，他坐在客厅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那椅子也是租的公寓里配的，看着窗外街道上路灯把积雪映成了橘黄色。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马车经过，马蹄踩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他坐在那里大约坐了1个小时，然后站起来走进卧室，躺在床单还带着新部位的床上，闭上了眼睛。他在哈尔滨没有亲戚，他是从莫斯科嫁过来的，娘家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小镇上，父母已经去世了，2个哥哥，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基辅，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忙。他从1908年秋天开始学会了一个人处理一切事情，去铁路管理局领抚恤金，去市场买菜，去学校接孩子，去找房东谈房租的交付日期，去药店买药。所有这些事情以前都是丈夫做的，或者丈夫的勤务兵做的，现在他一个人做。他发现一个人做这些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难，只是做完之后没有人可以在晚饭时说一句今天怎么样了。他坐在餐桌前面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孩子们说话，他听着，他发现自己说的越来越少了，不是因为没什么可说的，是因为话出口之前已经先被自己在
心里回答过了。奥利加和尼古拉不知道妈妈在。卖掉那套餐具之后，一个人哭了。没有他们，没有看到过母亲哭蛋。有一次，奥利加半夜起来喝水晶过母，亲卧室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一种声音，不是哭声，是一种更轻的东西，像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吸气吧。所有想要冲破喉咙的声音压了回去。奥利加没有推门，他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走回了自己的房间。他把那本父亲送的日记本翻开，在当天的那一页上只写了几个字：妈妈在隔壁。公寓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丈夫留下来的那张大书桌被铁路管理局的人搬走了，那是公家的财产。客厅里只剩下一张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沙发和一只少了一条腿的茶几。他用几本书店在下面凑合着用。他的邻居是一个俄国铁路职员一家，5口男主人，每天早出晚归，女主人每天在家带孩子，家里总是很吵。楼上住着一个中国商人，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见了他总是点头打招呼，但从不多说一句话。楼下的院子里住着一个看门的中国老头，姓王，大家都叫他老王。老王每天早上扫院子，冬天扫雪，夏天扫落叶。叶卡捷琳娜有时候站在2楼窗户前面，看着老王一下一下地扫，觉得那个动作里有她丈夫生前没有的东西，一种她不知道该怎么用俄语说的东西。但她在哈尔滨住得越久，就越明白那是什么。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速度。1909年春天，她在道里区的一家商店里看中了一张餐桌项目的榫卯结构桌，腿上有简单的车旋装饰，价格超出了他的预算。店主告诉他，这张桌子是从道外区一个中国木匠那里进的货，如果你想要便宜一点的，可以直接去找那个木匠。他根据店主的指示找到了德厚家具铺。他推门进去的时候，赵德厚正在工作台前给一块木板画线。他抬起头来，看到了一个穿着灰色旧大衣的俄国女人站在门口。她的头发用一根深色的发簪盘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但站得很直，不是刻意的那种，只是习惯性的。她用中文说：“你好，做家具。”那是她仅会的大约10个中文词之一。她在哈尔滨住了几年，但一直没有认真学中文，因为她以前的圈子不需要她学中文，现在她需要了。赵德厚放下铅笔说：“坐。”他看了看店里别无选择之下，他看到了一张餐桌，和他在道里区商店里看到的那张很像。他走过去摸了摸桌面，蹲下来看了看桌腿的连接方式，然后站起来点了点头。他指了指那张桌子，又指了指自己，说了一个俄语词：“家里。”赵德厚明白了，他问尺寸，用手指比划这长宽高。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简单的房间平面图，标注了餐桌要放的位置的尺寸。赵德厚看了看那张图，点了点头，然后用俄语说了一句：“1个星期。”叶卡捷琳娜听到他用俄语说出了一个准确的时间词，微微愣了一下。他后来才从邻居那里打听到，这个中国木匠会一些俄语，是在铁路上学的。1个星期之后，餐桌送到了他的公寓。赵德厚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朱2个人把桌子抬上了2楼。安装好之后，赵德厚没有急着走，他退后2步，看了看桌子和房间的比例，然后走过去把桌子往左挪了大约2寸，因为窗户的光线从右边进来，桌子往左偏2寸之后，光线正好落在桌面的中央。叶卡捷琳娜站在旁边看到了这个细节，她没有说话，但她在赵德厚走了之后，站在那张桌子旁边看了很久。他后来成了德厚家具铺的常客。他买了一张餐桌、6把椅子、一个衣柜和一个小书架。衣柜是他攒了半年的钱才买的。他一直想要一个带镜子的衣柜，赵德厚给他做了一个柜门，上装了一面从俄国商人那里进的
玻璃镜子运到店里的时候，有一角裂了，赵德厚把裂的那一边锯掉了一截，重新做了柜门的宽度，把剩下的那面完整的玻璃镶了进去。他多花了3天时间，没有额外收钱。叶卡捷琳娜来取衣柜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柜门比原来设计的窄了一点，但他看了看镜子的位置，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站在镜子前面，看到了自己大衣的领子磨出了毛边，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但他的眼睛还是他自己的。他问赵德厚多少钱，赵德厚说了一个数字，和他之前谈好的价格一样，没有因为镜子裂了而少收。他多放了1块银元在柜台上。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工匠。”赵德厚听不太懂这个俄语句子里的每一个词，但他听懂了这个句子。那6把椅子和那张餐桌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被使用。奥利加和尼古拉在上面吃饭、写作业、玩纸牌餐。桌的桌面被刀叉划出了几道痕迹，被热汤烫出了几个浅色的圆圈，被孩子的铅笔戳了几个小坑蛋。桌面没有翘桌腿，没有歪椅子，坐上去的时候没有吱嘎响。叶卡捷琳娜有一次坐在餐桌前面，晚饭后孩子们睡了，她一个人坐着，把一只手放在桌面上，感受木头在掌心下的温度和纹理。她想的是，这张桌子比她丈夫活得久，也比她丈夫结实。1909年到1911年之间，叶卡捷琳娜的生活慢慢稳定下来，抚恤金不多，但加上她从娘家带来的一些积蓄，勉强够用。她在铁路管理局的档案室找了一份兼职工作，每周去3次整理文件，收入不多，但足够她买粮食和柴火。她学会了和中国人讨价还价，在菜市场上，她用俄语报数字，中国摊贩用中文回答，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混合着2种语言的默契。比如他学会了一个词，太多是中国摊贩拒绝还价时的常用语儿。他学会的另一个俄语单词是便宜点呗。中国摊贩学会了在道外区的菜市场上，一个俄国女人用俄语讨价还价和一个中国女摊贩用中文回答的场面每天都在发生，没有人在意。他也在慢慢变老，不是那种突然的老，是每天一点点的那种。他发现自己的白发从鬓角蔓延到了头顶。他在镜子前面站的时间比以前短了，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对着镜子看来看去了，因为他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不会变回从前的样子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赵德厚，不是在家具铺里，是在菜市场上。赵德厚正在买白菜，叶卡捷琳娜站在旁边等摊贩称重。赵德厚看到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然后赵德厚从自己的白菜里掰了半颗地给他说了一句不用钱。叶卡捷琳娜接过那半颗白菜的时候，手指碰到赵德厚的手指。2个人的手都是粗糙的，一个人被木料磨了一辈子，另一个人被生活磨了这几年。2个人同时缩回了手，不是因为嫌弃，是因为2个不太习惯被别人碰到的人同时做出的本能反应。然后赵德厚把白菜放在他的篮子里，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叶卡捷琳娜拎着那个装了半颗白菜的篮子，站在菜市场的人群中站了很久。身边有人经过，用俄语和中文混杂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但他没有在听那些声音，他在看他面前那颗白菜的颜色和重量。那半颗白菜白绿相间的叶片边缘带着一层薄薄的双叶子，上环沾着一点泥土。一个人如果愿意把半颗白菜掰给一个他不熟的俄国女人，那这个人就已经不是他的商人了，是他的邻居。从那以后，他再去菜市场的时候，偶尔会碰到赵德厚，他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超过5句天气、菜价和赵德厚问他家里还缺不缺什么家具。叶卡捷琳娜每次都说不缺，他真的不缺了。那张餐桌、6把椅子和一个衣柜已经够他用了。他不是那种需要很多家具的
人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但现在他拥有的每一样都结实。1912年秋，叶卡捷琳娜的公寓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小事，但让他记了很久。那天晚上，他正在客厅里坐着，尼古拉从学校回来，带了一张画。他在课堂上画了一幅画的是一栋房子，房子前面站着3个人，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和2个小孩。男人在画的左边，女人在右边，2个孩子站在中间。画的下方用俄文歪歪扭扭的写着我的家。尼古拉把画递给母亲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叶卡捷琳娜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那种东西比期待更深，比害怕更小。她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画上的男人不是她丈夫的脸，是一张没有画五官的脸，只是一个轮廓，但那个轮廓占据了画面左边的位置，那是尼古拉心里一个被保留的位置。他蹲下来把儿子抱住了，他没有哭，因为他知道这个家不会再有男主人了。他不是别人的妻子了，但他是这2个孩子的母亲。这个角色他还能当很久。1914年夏天，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消息传到哈尔滨石街上的俄国人反应不易，有人在街上哭，有人立刻去教堂祈祷，有人冲进酒馆把自己灌醉。叶卡捷琳娜没有哭，没有祈祷，没有喝酒，她站在2楼客厅的窗户前面，窗台上的天竺葵还在开着。她看着街上那些跑动的人影，知道有些事情正在开始，而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当晚给奥利加和尼古拉收拾了行李，每个人1个箱子，衣服、鞋子，各自最珍爱的一件玩具，一本俄语书。他自己几乎没有收拾任何东西。第2天，他把孩子们送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把他们托付给一对面熟的俄国夫妇。那对夫妇也要回国，他们答应路上照顾2个孩子。火车开动的时候，奥利加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妈妈。尼古拉在旁边已经哭了很久，但没有哭出声来。他憋着。叶卡捷琳娜没有说话，他把双手交叉握在身前，站在月台上看着那列火车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铁路的弯道处。火车消失之后，他又站了很久，到月台上的人都已经走光了。他回到公寓之后，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站了大约1分钟，然后走了进去。那盆天竺葵还在窗台上开着红色的花，在一间没有了孩子声音的屋子里，那朵花红的像一个突兀的符号。他在窗台前面蹲下来摸了摸天竺葵的叶子，叶子是凉的。赵德厚看了那张纸，点了点头。他走了之后，赵德厚把那张纸收进工具箱里，然后去找了一段画木。他没有马上动手做，而是把那段木料放在工作台上看了很久，看他的纹路，看他的曲度和色泽。刘大庄走过来看了一眼那段木头，问了一句：“摇椅。”赵德厚了一声。刘大庄没有说话，走开了。但他在走开之前，把墙上挂着的一把凿子摘下来，放在赵德厚的工作台边上。那把凿子是刘大庄自己磨的最好的一把，他平时不太借人，但这一次他放下来了。赵德厚看了那把凿子一眼，没有说谢，因为不需要说了。那把摇椅，赵德厚做了5天，比平时多花了2天，因为他在椅背的弧线上反复调整了3次。第1次做的弧线太直，坐上去之后后仰的角度不够；第2次做的弧线又太弯，坐上去像躺着。一个摇椅应该在直和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让坐在上面的人既可以靠着，也可以随时站起来，然后回到日常中去。第3次他找到了那个角度，椅背和坐面之间形成一个微微张开的角度，坐上去之后人的身体会自然放松，但不需要用腰力来维持坐姿。做完之后，他坐上去试了大约1盏茶的功夫，前后摇了几次，确认弧线没有问题，然后站起来把椅面翻过来，检查了榫头的咬合情况，确认全部严密，才让
老普帮忙抬上车。老普问了一句：“送到哪里？”赵德厚说：“送到道里区一个俄国女人的家。”老普又问：“这椅子有名字吗？”赵德厚说：“摇椅需要什么名字？”老普想了想说：“不用名字。”赵德厚没有说话，他觉得老普说的对，有些东西不需要名字，就像那条街上的人不需要问彼此从哪里来一样。摇椅送到的那天，叶卡捷琳娜不在家。赵德厚把椅子放在客厅窗户前面，放好之后退后几步，看了看位置，调了一下，使椅子的朝向对着窗外的街道，而不是对着屋里的墙。然后他带着老普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纸条。叶卡捷琳娜回来的时候，一推开门就看到了那把椅子，他放在窗前的阳光中，桦木的颜色在午后光线下泛着浅蜂蜜色的光。他把外套脱下来放在沙发的扶手上，然后走到摇椅前面坐下来，轻轻的前后摇了一下，椅子没有声音。他在第3下的时候闭上了眼睛。窗台上的天竺葵正在开花，花瓣是红色的，透过他闭着的眼皮，光线变成了一种温暖的颜色。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随着摇椅的节奏前后晃动，那种节奏很慢，比心跳慢，比呼吸也慢。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光线从白色变成金色，又从金色变成灰色。他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他喝了一口，然后端着杯子走回到摇椅前面，看了看那把椅子，椅子还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刚刚认识的邻居。我要一把摇椅放在窗户前面。赵德厚看了那张纸，点了点头。他走了之后，赵德厚把那张纸收进工具箱里，然后去找了一段桦木。那把摇椅做好之后，赵德厚没有马上送去，他在店里放了一天，自己坐上去试了试，前后摇了摇，没有晃动，没有异响。他又用手把扶手摸了一遍，确保榫头的位置打磨得足够光滑。送去的那天，小朱问赵德厚：“这张椅子要不要收钱？”赵德厚说：“收。”小朱说：“多少？”赵德厚说：“等他做够了再说。”他没有解释这句话，小朱也没有再问。那把摇椅被放在了叶卡捷琳娜客厅的窗户前面，他每天傍晚坐上去，面对着窗外的街道。窗台上的天竺葵已经开过了一季，叶子还在。他坐在摇椅上，轻轻的前后摇晃着，看着窗外的天空从明亮变成灰蓝，再从灰蓝变成黑色。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1915年冬天，哈尔滨的俄国社区开始出现物资短缺，战争消耗了俄国国内的大量资源，原本运往远东的物资被优先供应前线。哈尔滨的面粉价格涨了将近1倍，煤也涨价了。叶卡捷琳娜的抚恤金却没有涨，他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了2度，把晚饭的肉从1周3次减到了1周1次。他坐在摇椅上，裹着一条旧毛毯看书，看的是他从铁路管理局图书馆借来的俄文小说，书页边缘被无数人翻过，已经卷曲发黄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书里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人挨冻，没有人挨饿，没有人坐在窗前等一封可能永远不会来的信。但他知道那张桌子还在，那把椅子也还在，赵德厚的铺子也还在，那他就能等。1917年深秋10月，革命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哈尔滨那天。叶卡捷琳娜正在菜市场，他听到旁边2个俄国男人在激烈的争论，一个说沙皇退位了，临时政府也被推翻了，另一个说不可能，那是谣言。他站在菜摊前面，手里攥找几枚铜钱，愣住了。他不是震惊于政治变革本身，他早就知道俄国会出事，从士兵一批一批被调走，从物资一天比一天少，从人们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紧，他就知道了。他是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他以为战争还会打很久，而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他可以在摇椅上坐很久，等到孩子们回来，等到战争结束，等到一切恢复正常。
但革命来了，战争却还在，继续一切都没有恢复正常呢。列送走孩子的火车仿佛还在，铁轨上奔驰已经跑了3年了，他不知道他还要跑多久。1918年春天，哈尔滨涌入了第一批白俄难民，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撤下来的，穿着破旧的军装和褴褛的大衣，有人牵着马，有人推着车，有人在路边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叶卡捷琳娜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士兵，大约和她的丈夫当年差不多的年纪。那士兵坐在道里区的一条路边，低着头，双手抱膝，身上没有穿外套，只有一件破烂的军装单衣，在4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叶卡捷琳娜从家里拿了一条旧毛毯，下楼走到那个年轻士兵面前，把毛毯放在他旁边的地上，然后走回了楼上。他没有说一句话呢。个年轻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也没有说话。他后来把那条毛毯裹在身上，坐在那里继续低着头，但不再发抖了。叶卡捷琳娜站在2楼窗户前面，透过玻璃看着那个裹着毛毯的年轻人。在窗台上那盆天竺葵叶子已经黄了不少了，他每天给它浇水，但他似乎跟不上季节的变化了，就像他一样。1919年，叶卡捷琳娜收到了女儿奥利加从莫斯科寄来的第2封信，比上一封短了很多。奥利加在信里说，莫斯科很乱，姨妈家的房子被征用了一部分，他们搬到了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尼古拉还在上学，但学校经常停课。奥利加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妈妈，我们还能回哈尔滨吗？叶卡捷琳娜把信读了很久，然后把它放进了衣柜上层那件冬大衣的口袋里，和那张火车票根放在一起。他没有回信，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每天傍晚坐在摇椅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从天黑前的一盏茶时间变成了整个黄昏。有时候他坐下来之后，天就黑了，但他在黑暗中继续摇着窗外的路灯，亮了，灯影透过窗玻璃落在他身上，那些摇晃的光斑像一个永远到不了的远方，但远方的孩子还在远方，而他的摇椅还在窗边。1920年，奥利加和尼古拉回到了哈尔滨。这件事没有任何先兆。叶卡捷琳娜有一天傍晚正在摇椅上坐着，听到敲门声，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19岁的年轻女人和一个17岁的少年女人，穿着旧大衣，蓬头垢面。少年比她矮半个头一样，蓬头垢面。叶卡捷琳娜站在门口看了他们大约有5秒钟，然后伸手把2个孩子一起拉进了屋里。她没有哭，2个孩子也没有哭，但那天晚上她把摇椅从窗户前面搬到了墙角。她坐在餐桌前面和2个孩子一起吃了一顿饭。餐桌的桌面被刀叉划出了更多的痕迹，被热汤烫出了更多的圆圈，但现在那些痕迹旁边多了一双新的手在摸着桌子的边缘。奥利加的手已经长大了，不再是9岁那年握住铅笔的小手了。尼古拉的手比他离开时长长了许多，指甲剪得很短。叶卡捷琳娜看着他们的手，没有说什么，但他在第2天去了德厚家具铺。他站在赵德厚的工作台前面说，我回来了。赵德厚正在给一块木板画线，他放下铅笔，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我看到了。叶卡捷琳娜说，你看到了什么？赵德厚说，昨天傍晚你家窗户前面多了一把椅子，旁边多了2个人影。叶卡捷琳娜没有说话，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张桌子还在。赵德厚说，在。他又说，那把椅子也还在。赵德厚说，在。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出了铺子。赵德厚站在工作台前面，没有马上拿起铅笔，他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画线。那天晚上，叶卡捷琳娜坐在餐桌前面，看着奥利加和尼古拉吃晚饭。2个孩子3年多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热饭了。奥利加吃的不多，但很慢，每一口都
嚼了很久，尼古拉吃得很快，像怕有人会在他吃完之前把盘子收走。叶卡捷琳娜没有动筷子，她看着他们吃了。在3年里，他只在梦里见过这个画面。现在，这个画面就在他的餐桌上面。那张在德后家具铺买的桌子上放着3副碗，筷灯是暖的，菜是热的，气是活的。奥利加吃完饭之后放下筷子，说了一句：“妈妈，我在莫斯科学会了做面包。”叶卡捷琳娜说：“那明天你来做早餐吧。”奥利加点了点头。尼古拉在旁边说了一句：“我在莫斯科学会了修鞋底。”叶卡捷琳娜看了看他的鞋底，确实换过好几次了。那晚他在那件冬大衣的口袋里，奥利加的信旁边多了一张纸条，上面用俄文写着“他们回来了”4个字。他没有把它放进口袋，他把纸条折叠好夹在了那本俄语小说的某一页里。那页上刚好写着一句话：一个人可以等待很久，只要他知道等在尽头的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等在尽头的是什么，但他知道等来的这2个人值得他等了这么久。那把摇椅后来被挪到了墙角，孩子们回来之后，客厅里需要多放一张桌子和2把椅子。摇椅放在窗户前面占地方了。叶卡捷琳娜把他推到了靠墙的位置，但在他偶尔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会把他重新搬到窗前坐一会儿。窗台上的天竺葵换了新土，重新开花了红色的花，在哈尔滨灰白色的天空下像一小团火。那摇椅在墙角坐了很多年，偶尔来人坐一下又站起来走了。没有人刻意去挪它，但也没有人忘记它的存在。有些东西放在墙角并不等于它不在。